现在已经身处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机构。你所看到的这些人，都是我们最优秀的科研人员。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秘密地从国外进口一些高新仪器。经过这些年的开发研究，这些设备我们已经全部都可以自主生产了。以前我们是向国外取经，经过这些年的努力，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向我们学习了。我们基于我们的民族文化，在这条高新之路上，已经走到了全世界的前沿。可是哪都通不是个快递公司吗？你说的没错，送快递只是我们的副业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哪儿都通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哪儿都通路北大区负责人徐翔。全性这样对普通人世界进行破坏，我们哪儿都通是绝对不会姑息纵容的。对于逃跑的全性之徒，我们已经发布了抓捕令。你们哪都通究竟在研究什么呀？公司研究的课题很多，宇宙、时空、能量、生命，但最核心的只有一项，那就是艺人的起源。艺人的起源？楚兰，你也是个艺人。您可别乱说，我跟你们可不一样。不只是你，你爷爷也是艺人，艺人也是人，也没有三头六臂。你见过没有认出来的艺人，远比你以为的要多。而我们判断一个艺人的标准，就是看他能否使用一般人无法调度的一种能量。这种能量，古代人管它叫做气。这种特殊的能量可以转化为超越常人的能力，也就是异能。我们研究的就是气的起源。那你们找到答案了吗？你听说过暗物质吗？宇宙分显宇宙和暗宇宙两个部分组成。我们所处的显宇宙只占整个宇宙部分的15%，而剩下的85%的暗宇宙，则是由暗物质组成。暗物质是人类现阶段科研还未曾了解的宇宙能量。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，在显宇宙和暗宇宙之间，存在着能量形式的物质交流。这种能量就是暗能量，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里，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，就是气。您不认识我，我也不了解你，你就把这么多秘密告诉我，不怕我传出去啊？你是想把我关在这个地方一辈子？张楚兰，我代表哪都通，正式邀请你加入公司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。哦，您放心，道上的规矩我都懂，我在这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一个字都不会往泄露。张楚兰，我认识你爷爷。老爷子，你的第一代身份证啊，该换了。孙主任，啥第一代、第二代呀，不都是一样用吗？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说，别新证没下来，我人先下去了。来，今天来啊，还是有件事跟你商量啊。你看楚兰呢，年龄还小，父母呢又不在了，您老也这么大年龄了，咱县里有个寄宿学校，要不要把楚兰送到那里？也有老师帮忙照顾，包吃包住，不光有老师教文化呀，还有一帮小伙伴陪他玩呢。您说行不行啊？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只要我活这一天，
我就不会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。谢谢。哎，老爷子，我刚才看身份证，你都快90了吧？你说万一哪一天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这楚兰也没人照顾你。那呸！我身体硬朗的很呢，你瞧瞧。我说主任，别看你年轻，咱俩打一架试试，你不一定打得赢我。我肯定打不过你。哇！哎呀，来，爷爷，我来。川，爷爷刚才教你怎么生火做饭，都学会了吧？啊，学会了。好。爷爷啊，有点事儿啊，要出门，提前呢把3个肘子给你做好了，你每天呢拿出来热一个来吃，啊。嗯。啊，另外爷爷跟你说，有2件事很重要，你记得了吗？第一件是不能顺时武功，第2件是保命的时候可以用。好，可一定要记住了。嗯。吃吧。嗯。那爷爷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等你把3个肘子吃完了，爷爷就回来了，啊。最后一只肘子也吃完了。爷爷今天几点回来啊？爷爷，爷爷您回来了！爷爷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您醒醒！爷爷，您醒醒！爷爷，让他们回家！爷爷，哎呀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求你了，您醒醒吧！爷既然您跟我爷爷认识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爷爷是怎么死的？这个事情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，你爷爷的本事是啷个来的。
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师爷叫您过去。好。朋友们，最近开始剪枝了，各位的剪刀都准备好了吧？用一把快的修枝剪，粗枝细枝，慢慢剪。这剪枝啊，就像剪头发一样，稍微一不注意啊，手一抖，哎，就完了。林玉拜见师傅。名录都查过了吗？查过了。这次是咱们龙虎山2000年的庆典，这些老家伙又都是龙虎山的旧人，无论如何都得把他们请过来。您给我的那份名录是80年前的，有很多前辈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兴趣前来。不过，有2名在世的前辈已经答应弟子，无论如何都会前来观礼的。师傅，这一份名录上面有一个被划掉的名字，弟子怎么查也没有查到，应该是龙虎山的前辈之一，张怀义。师傅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既然名字已经划掉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早课，我去了。黑不黑呀？也不开灯。小灯，开灯。龙爷，方爷，吃饭了。红爷，来啦！哎，来了。王爷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红爷，你有过那种还没起念头，却一下就被拽进内井的时候吗？被动进去的？那你的内井都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一辆甲申年的火车，上面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、满脸是血的年轻人。甲申年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又来啦！你怎么了？滚！胡言，哇，嘿，可真快呀！柳妍妍是吧？湘西柳家的唯一传人，傀儡术闻名天下。几个月前，你老爸找到我们，说你离家出走了，让我们帮忙找人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加入了全兴。关你屁事！我对他们了解是不多，我对你们了解倒是不少啊。打着快递公司的幌子，专门找艺人的麻烦。我看见你们这副嚣张的样子，就觉得不爽。你叫徐四是吧？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投诉你。你搞清楚，现在是我在问你话。告诉我全兴这次的行动目的，我就放你走。我不告诉你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问你的，让他听就是了。你好歹也是湘西柳家的后裔，全兴到底有什么好，值得你这么去维护他们？湘西柳家怎么了？我们的傀儡术早就应该消失在这世上了，就为了什么狗屁传承，非要我继承下来。从小到大，我唯一的朋友就是傀儡，除了家里人，我就没接触过别的活人。
他们说，傀儡师未成之前，不许我接触普通人。好啊，所以我15岁之前，我一次门都没有出过。可等我彻底学会傀儡术之后，他们又让我像个普通人一样，让我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不许我使用能力，不许我控制傀儡。那我这15年来到底在干嘛？我去质问他们，他们说这是为我好。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那我和被控制的傀儡有什么区别？异人使用异能有什么不对？你问我全息哪里好？他们没什么好，就是让我觉得自在而已。丫头，你想要自由自在是吧？那不要规矩的后果，你做好承担的准备了吗？能够承担异能带来的责任和力量，这才是异人该有的规矩。规矩也好，原则也好，不都是你们定的吗？把权性说的跟过街老鼠一样，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地痞流氓。抓你是在救你，权性没有规矩，也不讲原则，那其他异人对待权性自然也就不再讲原则了。权性的仇人不计其数，一旦权性的门人落入任何人手里，任凭怎么惩治，都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。小子，你干嘛？刘爷爷，你说你不喜欢家人管教，觉得像受控制的傀儡一样，所以才离开了家。我10岁那年就没家人了，我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对墙说1天的话。可我张楚岚都没觉得惨，你惨什么呀？我就想平平淡淡过完这辈子，哪怕是混吃等死。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被你给搅黄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偷了我爷爷尸体，我本来可以平凡的过完这辈子。告诉我，全心要我爷爷尸体干嘛？是记忆。他们想要的是张心凌的记忆。10几年前，一大批异人界的顶尖高手在四姑娘山和1名异人对峙，结果10几名高手全部死亡，而对方仅仅是受了重伤。那些高手中有唐门这样的名门正派，也有几名是全信的。从此，全信就一直在打听那个异人的下落，但他们不是想要复仇，而是对那个人的力量感兴趣。当时死亡的全信高手在临终前说出了那个力量的名字——气体源流。而那个杀掉10几名高手的异人，就是你的爷爷张西林。徐主任，我们找到张西林的棺材了。打开。瓜果皮再干也是湿垃圾，湿巾再湿也是干垃圾。我们用的东西是垃圾。张西林的尸体我们已经用完了。有件事情特别困扰我，张楚岚，你说你爷爷现在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呢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
楚兰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要抗住，不丧气，要忍，忍，还是忍。这样打自己不会很疼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你不应该打自己，应该找到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打他们才对。徐主任，我加入纳豆豆。有锯吗？给我来把锯。好。林毅，你先出去，我歇一下。这里是入库区，在这里接受订单、检查货品之后才能分配入库。你的工作很简单，按这个就可以了。你们费这么大劲请我过来，就是让我干这个的？不然你想干什么？少干多得，不劳而获，这才是我的终极梦想。歌娃子说了，汤品不可取，汤饮不可冷，奋斗才是正道。花姐，那咱们不是艺人界的特工吗？平常就在这里工作啊？又不是天天都有活干，没活干的时候，公司也不会培养你了。那我还有个问题啊，我们艺人跟普通人长得都差不多，那我们怎么区分艺人跟普通人呢？有手势啊，艺人节通用。什么手势？这么简单啊？才学会啊！宝宝，出点事儿，你跟楚兰给我来一趟。艺人隐藏在普通人中生活，哪儿的通作为管理机构，会有相关注册登记，对每个艺人进行统一管理，确保艺人行为不会影响普通人世界。每个艺人都会有相应编码。那我也会有自己的编码？当然了。Sir， 先用你的登录一下吧。斯卡，好友真多啊！跟你说正事呢。前几天，全信终于将你爷张锡林的尸体还回来了。可就在刚刚，他们把你的资料在网上发布了，所有艺人都能看得到。他们曝光我干嘛呀？你仔细看，重点在最后一句。这个气体源流我倒是听柳妍妍说过，不过它到底是个什么呀？艺人界有8种被公认为最神秘且强大的力量，称为8奇迹。8奇迹就是当年假神之乱的源头，气体源流就是其中之一。很明显，它的拥有者是你爷爷张锡林。现在你的身份曝光了，不只是全信，整个艺人界都会对你感兴趣的。老天师，
您怎么还没睡啊？老天师。哎呀，这都几点了？你是不是要学我不睡觉？小青子、小雨子，你们先出去。是。师弟啊，我也睡不着，过来找你喝杯酒。师兄，你这是怀疑的，他人不在，那龙虎山总得给他留个位置。也是啊。师父收了那么多的徒弟，咱们三人的关系最好了。若不是他惹出这般祸端，我也不至如此。咱们三人在这龙虎山几十年到今日，岂不快活？这杯敬你。你身体虽然这般状况，却谨记师父的教诲，这许多年都没有轻生。转眼你我100岁有余啊，这都是修行的福报。怀义，这杯酒敬你。恭喜你，我今日才得知，你有后了。他要还在就好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怀疑四处引你，化名成了张锡林。唉，最后只留下一个孙子，叫张楚岚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呦，灵玉呀，你可来了！这师傅跟师叔在里边喝酒都喝2个小时了，还没出来。叫人也没人应，我这担心的很。师傅最宠你了，要不你去看看？师兄，你是怕闯进去之后被骂，所以才叫我过来顶包的吧？哎，臭小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那样人吗？咱们都是亲传弟子，分什么你我？快去，去，快点！刘玉，来，喝2杯。师傅，田师叔，你们已经喝多了。为师让你喝，你怕什么呀？师傅，别再喝了。哎，你这个徒弟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太认真了，太认真了。师傅，田师叔，你2位的话，弟子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？外面天色也不早了，赶快休息吧。啊，你不懂不要紧，以后就会懂了。你明天下山去趟新浦市，帮为师找一个人。你试试，看他够不够资格。什么资格？继承天师都的资格。这里的智能机器这么多，为什么非要我来凑人头啊？张楚岚，你谁啊？你爷爷张锡林对吧？我开门见山了，会气体源流吗？我也开门见山了，不会。你爷爷没教你啊？这个东西被你们说的这么厉害，我要是会的话，怎么会被全信抓走呢？而且我敢保证，我爷爷也不会这什么狗屁气体源流。他要是会的话，也不至于带我东躲西藏这么多年。张楚岚，
你爷爷本事大了，10几年前在四姑娘山发生了一起大案，10几名艺人死在现场，全都是高手，而凶手呢？停！你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，你就想告诉我凶手是我爷爷，对吧？这个案子我跟了10几年，昨天才知道凶手就是你爷爷，张锡林。你们口口声声说凶手是我爷爷，证据呢？案子发生在当年的白鹿，对吧？而你爷爷也是在第2天晚上去世的，对吧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案发地点是在路南的四姑娘山，而我爷爷是死在路北的老家，这中间相隔了几千里，所以我爷爷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对案子调查的复印件。你爷爷在最后2页，在你心里，他是爱你疼你的爷爷，但在艺人间，在这个世界的公序良俗下，他是个背着10几条人命的恶棍。他带你东躲西藏，无非是在躲他的仇家，也是在躲哪都通。还有，你不是问我是谁吗？我跟徐翔一样，我是路南地区的负责人，我叫廖忠。你看，张锡林死前竟还以一己之力灭掉10几位高手，但还是没有看到这些记忆中有关气体源流的线索。这得慢慢来。还得等多久？一辈子的记忆，谁知道张锡林什么时候用过气体源流啊？我尽快吧。可我的3年之期马上就到了，我这边很快就能成功。气体源流是解开假参之乱秘密的关键，到时候你的东西出不来，全县那帮老家伙肯定不会放过我。这是你的事情，带掌门。如果我被搞掉了，你也活不了的。在你心里，他是爱你疼你的爷爷，但在艺人间，在这个世界的公序良俗下，他是个背着10几条人命的恶棍。人呢？我看看，这个传说中的张楚岚长得什么样儿？又是全信，你们有完没完啊？我们才不是全信呢！我们对你没有恶意，只是我们的会长想见见你。他不会跟你们走的。奉家师之命，我们会把张楚岚带回去。抢生意，知不知道先来后到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们可不是一般的艺人，这下难办了。3个道士，大晚上的 cosplay 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呢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明天还有课，先回去了。小师叔，就这么个小子，用不着你出手。我和叶青先试试他到底几斤几两。别！我认输还不行吗？来真的！
蛋！你不是会气体源流吗？你打他呀！小师叔，我们要不要继续？小师叔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你看这小子啥也不是，你还好意思？你打一个啥也不是的人，你是啥呀？吉云、叶星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小师叔，这小子他根本就……哦，你又要干嘛？真不知道师傅为什么会看上你这样的人。你早说呀！你师傅看上我了。你师傅多大？叫什么名字？改天我去拜访拜访他。张楚岚，你闭嘴！你说咱爸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？他为什么对这个张楚岚这么在意？公司招人这种事，他向来是懒得管的，现在居然要亲自负责张楚岚，难道他也在打什么气体源流的主意？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吧，不过我觉得老爷子更看重的是张楚岚身上的关系。你知道吗？我调查了张锡林的全部资料，这张锡林就是个假身份，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过去。还有那张楚岚也不是个善茬，一直不肯透露他爷爷教给他的功法。不过在被他打倒那几具傀儡身上，我还是找到了线索。张锡林教给他孙子的功法是龙虎山天师府的独门功夫——金光咒。这个张锡林难道是……他肯定跟龙虎山有极深的渊源。你也知道他，全姓那帮孙子，对外散播张楚岚就是气体源流的继承者。现在的张楚岚就是个唐僧肉，不知道有多少艺人势力都想上来咬这么一口啊！就我所知，现在有所行动的就有天师府和天下会两家。你也会这个，我也会，咱俩一家人，别打了。谁跟你一家人？我爷爷从小就教我这个，不是一家人怎么可能会？不信我给你看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龙虎山的金光咒？这个叫金光咒啊。还有，你爷爷是谁？让他和你一起到龙虎山请罪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请罪这个话就见外了哈。龙虎山的金光咒不能外传，不管你爷爷是谁，都是龙虎山的叛徒。怪不得你也这么不堪。原来他也是这样的人，真是遗传。你爷爷才叛徒，你全家都叛徒。小师叔，下手重了点吧？师爷不是叫咱们……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生来就不平凡，不吃喝为怕，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一心妹妹独去人世间风华，前路浪大。
把责任背下，为寻求真相不顾险境多大，在千古之间迎风踏，习无雷正把自己点于神话。不愿做任何人背景，我来命运就由我自己来主宰。身后出现的回应，走在大地上五彩斑斓的，在黑里一个人独白说：既不有，谁又能有几愿在我心中存？一身本领在，习得金中魂。我放过为恶去，想要往青春练就我心肠，但随即一变踏过一眼珠，执念某一点，听见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喊，看到希望出现在你面前，穿过这梦境，把故事听遍。我看透这世界，一封信云淡，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想走的路却不好走，想做的人也不好做，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才会忘了自己最想要什么。我习惯去面对些挫折，因为我从不把回去做错的。人生就是如此，会变会莫测，都是凡夫俗子，不过是过客。别负责比起那任何沉重的东西，我也依然不会累。在对人身上的步骤，我坚定相信自己不会退。喜欢眉下话说美，矫健成双蝴蝶飞，回望身后飘起的泪花，思念迎风向北吹。我放过为恶去，想要往青春练就我心肠，但随即一变踏过一眼珠，执念某一点，听见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喊，看到希望出现在你面前，穿过这梦境，把故事听遍。我看透这世界，一封信云淡，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谁里有我这么邂逅，我不在乎你到底来自何方，随时都握起拳头，在背地之上皆星辰，月光闪着光，不停地向前走，尽管身上受了伤，还是依然放声歌唱，在有你陪伴的地方。谁与我曾邂逅，我不在乎你到底来自何方，随时都握起拳头，在背地之上皆星辰，月光闪着光，不停地向前走，尽管身上受了伤，还是依然放声歌唱，在有你陪伴的地方。龙虎山的金光咒不能外传，不管你爷爷是谁，都是龙虎山的叛徒。怪不得你也这么不堪，原来他也是这样的人，真是遗传。你爷爷才叛徒，你全家都叛徒。小神说：“下手重了点吧，师爷不是叫咱们。”出来，无论何时，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显露你的本事。可是爷爷，你教我练功，你得告诉我什么时候能用啊？什么时候能用，爷爷说不好。但什么时候不能用，你可得记住了。出来，无论何时，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显露你的本事。可是爷爷，是你天天逼着我练功，要是你不让我在别人面前使，我真的不想练功夫了，又累又不能用。出来。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，爷爷都懂。可这都是爷爷造下的孽，不得不让你学这些东西。爷爷，您造什么孽啊？听爷爷说，咱们张家本就是江湖中人，这个江湖上的所有牛鬼蛇神，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他们唯一最怕的，就是跟他们太过不一样的人。你要是太坏，他们就灭你；
你要太怂，他们又踩你；你要是太好或者太强，他们又不放心。你只有跟他们差不多，他们才可能安心地接受你。我们张家的功夫为什么不能够外传？就是一旦外露，你在别人的眼里就成为艺人了，到那个时候，就会对你欲杀之而后快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没办法。张楚岚，别起来了！爷爷，起来，接着练，调出体内金光，天地玄宗，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万气本根，广修浩劫，广修浩劫，广修浩劫，正神通。来啊，打！废什么话？跟我打，你也配？你狂什么？以气化形。不管你爷爷是谁，都是龙虎山的叛徒。而那个杀掉十几名高手的艺人，就是你的爷爷，张西林。在你心里，他是爱你疼你的爷爷，但在艺人间，他是个背着10几条人命的恶棍。就算拼了命，你也就只有这点斤两。我不知道你爷爷是怎么偷学到金光咒的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你这种来路不明、又没有力量的人玷污天师府的山门。我们走，回龙虎山。小师叔，师爷不是让咱们请张楚岚回？不必了，我已经试过了，张楚岚没这个资格。站住！谁让你走了？张楚岚，你就别再站起来了，小师叔不会再对你出手了。我已经怕够了。这些年，爷爷一直让我隐藏自己的能力，让我不要出头，因为我在普通人眼中是个异类。我藏的真的很辛苦。老实说，当我知道艺人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以为
不用趴在阴暗的角落里活着了。我以为我可以找到了自由、轻松活着的世界，轻松面对的人群。结果呢？因为一个什么破气体源流，我在你们艺人眼中还是个异类。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了。遇上你们之后，我就没有发生过一件好事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大闹一场，来，继续啊！再继续下去，我可能会废了。那就试试看啊。好，那我满足你。张楚岚不用怕他，区区天师府一个高工而已。做了这类努力，以后就不用再隐藏或者逃避了。不想再爬着活，那就站起来，从今以后堂堂正正的活下去，把找你麻烦全部都打飞。冯宝宝，你也来了。叫我啥子呢？宝儿姐，对不起，主任，我错了。跟他们装都可以，跟我装弄死你！去，把你的全部底牌都亮出来。遵命，主任。我这金光够亮了吧？不用再天天逼着我练了吧？差远了，还早呢。爷爷为什么让你练金光？它不过是个基础。如果金光达不到一定的程度，接下来你没办法学爷爷教给你的东西，真东西，知道吗？这啥呀？我的金光都像薄纸一样被撕碎了。这人类能掌握的力量，你要是学会了这个，这将是你最强战力。接下来，就让这个小师叔见识见识我的最强战力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上次在墓地对付傀儡时候用的就是这个。超越金光的力量。这个感觉难道是……我懂了。这个张西林很有可能曾经是天师府的人，但同时这又是个假身份，天师府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人，所以很有可能是天师府有意隐瞒张西林的身份，这是个他们想要抹去的存在。天师府邀请张楚岚和各派精英去参加天师竞选，这届的天师是疯了吗？这如果是真的话，影响的不光是张楚岚和咱们公司了。整个艺人世界都会有大变动的。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对人使用，怎么可能？你的护体金光很厉害是吧？给你试试这个。果然是雷法。张楚岚会金刚咒也就算了。他居然会雷法，可他的雷法跟小师叔的不一样，白色更像老天师亲传的。不可能，小师叔是老天师的关门弟子，当然传给小师叔了。而且雷法不能偷学，你忘了？怎么样，小师叔，你的金光要撑不住了吧？认输吧，在众多弟子之中，只有少数强者被人称之为高功，而在这些高功里，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学到雷法。而且，就算他们再精进，也没有任何资格传授给别人。千年以来，能够传授别人雷法，也只有天师府的天师一人。而且，雷法只会传授给最有可能继承天师之位的高功弟子。哎，那这就更不对了。
如果他的爷爷是有可能继承天师之位的高公的话，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张西林到底是谁啊？给我！接下来我会把你的金光彻底击碎。小师说，你会很没有面子哦。掌心雷梦，难道那个他也能用？这家伙没将当雷法用的这么熟练。又是一样的功夫，不对，黑色的气。宝儿姐，她的那个怎么那么早？别慌，姐找到你。那个啥子小师叔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再要继续，我就是你的对手。这姑娘什么来头？小师叔的掌心雷没想到这么近。别啰嗦，我知道。张楚岚，我现在代表龙虎山天师府正式邀请你参加2个月之后龙虎山的艺人演武大会。这场比试会公开选拔下一届天师继承人。张楚岚，你的资格被承认了。你有毛病啊！我有什么资格需要你认可啊？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爷爷为什么会天师府的功法？还装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么多年装习惯了。哎，宝儿姐，你说我用了异能，是不是就是艺人？那我明天是做回普通人呢，还是做个艺人呢？当然是做艺人了。不好吧？你们艺人界这么凶险，我有几条命才敢混你们圈子？今天也是因为你在，我才有这种底气。宝儿姐，对你我可是无条件信任的。信任？啥子是信任？信任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信任是一个汉语词汇，拼音词是信任，一字相信，二字一字坚定能将心托付，三字互相。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我觉得信任就是无条件当你奴隶。你刚才使那个是啥子？金光闪闪的。那个小师叔说叫什么金光咒？来，给主人照个亮。不用了吧，我又不是手电筒。
你们干嘛呢？王少校，你不知道吗？龙虎山艺人演武大会这次对外开放了，武当山也收到了一张邀请函，我俩正在比试，看看谁有这个资格。听说8奇迹之一里气体源流的继承人张楚岚也要参加。张楚岚，谁呀？王爷，你认识我？你终于来了。就这人，你看看。太师爷，小王爷，太师爷，这艺人演武大会，我也想去试试，能不能把这个名额给我呀？你觉都睡不够，就别去龙虎山了，就在武当好好休息。您放心，我要去了龙虎山，绝对不给您丢人。你功夫是可以，但你当参加艺人演武大会的人都是吃素的。封后奇门呗。你怎么知道这个？封后奇门不是咱武当的功夫吗？是武当功夫，这没错。可你知道艺人界有多少人惦记这门功夫吗？甲申年间围攻武当山，是我哥周胜和洪师兄、方师兄他们拼了命才守住的。后来，世人都以为这门功夫失传了。如果封后奇门再次现世，武当必遭灭门之灾呀！太师爷，现在不兴明抢暗偷那一套了。人性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。你回去吧。龙虎山乃道教名山，72福地之一，素有道都之称。天师曾于此山炼成9天神丹，丹成而龙虎现，故名龙虎山。说的再这么天花乱坠，不也就是座山吗？我又不修道，我去那干嘛呀？手机上的东西是给普通人看的。龙虎山上有一场艺人间的比试，叫艺人演武大会。过去只是龙虎山上内部的较量，但这次成了公开赛，最后的胜者可以继承天师之位，得到天师度的传承。天师度是什么呀？马上到了，到了再说。宝儿姐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很多年前，公司花大价钱购入了一栋别墅，徐主任在那里住过。我向公司申请了，我们过去住几天。别墅，徐主任住的。宝儿姐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度假呀？可以这样说。那还等什么？开快点啊，宝儿姐！宝儿姐，私人影院有多大？哎，游泳池是不是临湖的那种啊？再不行的话，总该有个私人健身房吧？到了。宝儿姐，走错了吧？就是这儿。想赢一下艺人演武大会，你还差很远。这又偏僻又安静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住在这儿，由我负责训练你。训练？不是度假吗？宝儿姐，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下车。我刚说你可能没理解，这1个月的时间你归我了。宝儿姐，不是我不想训练，上次你也看到了，就算那个小师叔再怎么厉害，我全力以赴还是跟他斗了个旗鼓相当，惜败而已。旗鼓相当？那个道士只用了3成功力，他才4你。真的假的？
样的话，那就更不用练了。反正我再怎么练也打不赢他。走吧。你不是说想知道你爷爷的真相吗？就算你对天师之位不感兴趣，你也能利用这次机会往上爬，这样你才有机会接触到那个掌握真相的人，99代天师张之维。别墨迹。第一个训练，打扫卫生。这张楚岚啊，虽然说也会金光咒和雷法，但是根本就不是我小师叔的对手。凌月，你是怎么跟张楚岚对的招啊？你明天下山帮为师找一个人，你试试，看他够不够资格。什么资格？继承天师座的资格。林宇，回山几天了，怎么来见我？师傅，一人演武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得抓紧练功，不给咱们龙虎山丢脸。那我也不绕圈子了。你觉得张楚岚怎么样？他的功夫稀疏平常，不过金光咒跟雷法，确实是源自我们龙虎山的。那你觉得他人品如何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总觉得他有一些油滑，我不喜欢他。人活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讨人喜欢。你也一样。你打我干嘛？气沉丹田，气要上行，你搞反了，再来。哎，你再让我生气了！运气是基本功，你连运气都不会，怎么跟其他艺人打？再来。我还没开始你就打我，还没开始就错了，运气的姿势都错了。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你这种废物了。马儿姐，别动。别说话。放过我！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当你忍不住的时候，多谈自己，那不谈到什么时候觉得你就忍住了，还是忍。楚岚，爷爷老了，不知道还能陪你走多少年，以后就是你一个人。起来练功。风宝宝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我都晕倒了，你还要我练功？你那个不是晕倒，刚才我传了一个功法给你，方法已经印在你脑袋里，剩下的就是按照方法多加练习了。真的，好像脑袋里突然多出了很多新奇的方法。你的金光咒和雷法虽然都是不错的功法，但是短短1个月的时间没法让你的实力飞跃。试试我这个。你这个功法叫什么？我自己管它叫老农功。老农功，这么奇怪的名字。风宝宝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去冲凉啊！我还在这里呢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啊？害羞？啊，确实，好像其他人也说过这样做也害羞。比起这个，你该练功了，快！像啊，夏天的傍晚，雨水的头发，日落后全都是自然，自然可以撑起来，撑起
去练功。每次伤心的时候，翅膀就在起舞一表。看什么？赶紧练！你的气走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你的气老是走偏？几次都是这样，速总是不由自主的往下流。你穿成这样，我的气不走偏才怪哎。哦，也是，那我去换身衣服。宝儿姐，养喂猪啊？我会啊，挖洋芋、吹黄豆、割麻子，这些我都会。宝儿姐，你这么能干，小时候经历过什么呀？你要不告诉我呗？我没有经历过啥子，以前的事我都忘了。别那么小气啊！这样，我拿我小时候的事情跟你分享一下。我随便跟你说个事儿，小时候啊，有几个大我几岁的男孩想欺负我。那个时候我又不能用意的，怎么办？我就气场全开，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在我气场全开的时候，连院子里的知了都不叫了，应该也是被我的气场所震慑住了。后来还发生了啥子吗？当然有了，后来那次更好玩。偏了又偏了，还是偏。这几天我已经穿好衣服了，可你还是会受到影响。宝儿姐，我是真的做不到。运气的时候心要静，你的心思太杂了。每次运气快要成功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总是会分散，始终差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静治沙的存在原本是为了让你保持专注，但现在反而成了你的阻碍。青人这个男生真是麻烦。我也不想这样，这难道怪我吗？静治沙不是你的错，但被静治沙影响就是你的错。这个问题需要解决，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我来？宝儿姐，我可以的，你相信我一次。在这儿等我。宝儿姐，什么情况？你过生日？嗨，宝儿姐，漂亮！嗨，宝儿姐，太可爱了吧 This is 小萌、甜甜、晶晶、涵涵、Lisa. We were all friends of Xu Si and came especially to our party. You guys get to know each other. 还真挺帅的。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张楚岚。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母胎单身至今，感情白痴。各位主动一点，优质纯情小帅哥，先到先得。那既然是派对，我还是按照正常流程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怎么样？我叫……介绍什么呀？你所有的信息啊，我们都知道。来嘛，来，快坐下，坐这边。听说你在海外上学对吧？你读的是贵族学校。贵族学校。好厉害！听说你打高尔夫特别好，能不能带我去你的私人高尔夫球场看看呀？高尔夫？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自己把握好机会，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来嘛，喝喝。太可爱了。这么小鸡耶！
够了。来，我帮你脱衣服。哎，不热，不好了。我帮你。冯宝宝，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是个脑残，瞧你长了一脸倒霉相，你到底是有多傻才会相信自己这样的货色会有姑娘投怀送抱？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你这种废物了。滚！脾气这么大，谁呀你？就是，要不是你姐求着我们来，我们才不稀罕来呢。就这破房子，还装什么富二代呀？呸！呸！窝囊废，没人要的废物。原来在你们眼里我就是这样的。把我包装成这样，但其实，在你眼里，我还是个没有人喜欢的废物，对吧？破掉禁止杀，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冯爸爸，这场主仆游戏结束了。你说什么？之前我爷爷一直让我隐忍自己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我踏进艺人的圈子，所以我才听我爷爷的，隐忍了这么多。现在我已经暴露了，隐忍也没有意义了。而且我发现，我越当孙子，你们就真把我当孙子。回来，你晓得继续往前走，你会有啥子下场吗？我知道，冯宝宝，我打不赢你。我也知道，我继续下去，我可能连命都会留在这里。但如果我不继续下去的话，我的尊严就丢在这里了。我觉得这比要我命更可怕。回来！回来！回来！我叫你回来！日出日落，现在为了。红爷，今儿我给您带了热干面。小灯开灯。红爷，您怎么了？红爷，不用躲，那是没散尽的影子，上不了。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这是武当的人，还有抢封后奇门的人。
这就是甲申之乱的一部分。当年经过那场恶战，死伤惨重，保命的那个人反而做了掌门。有人怕了，躲起来，可有的人带着我们这些师弟们顶了上去，顶住了甲申之乱，保住了武当。小王爷，你的内劲非比寻常，这其中的意义啊，比你以为的要大。你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做成了我们几10年都没有做成的事儿，你是被选中的那个人，你不应该被内劲所困，你要学会掌握内劲，这是你的天命，也是你的责任。大猴子也在这儿，你不想去看看他的本事吗？可我怎么也看不到啊！这是内景，别用眼睛看，要用心看。几10年了，所有人都误解了你，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的理解你？别光看，用心学。封后奇门，大猴子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后继有人了。封后奇门，后继有人啦！热干面。侯爷，几10年没吃了，这面拌开了，比肉还香。侯爷，我来给您拌吧。把自己困在这个地方几10年，就为了维护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妄念，可悲。太可悲了！当初，大猴子把这封后奇门交给了我们3个，他是一番好意，可是他不知道，他想迈进就能迈进的门槛儿，我们粉身碎骨也闯不进去。直到看到了你，我才明白。都因为我们执念太深。小王爷，你没有得失心，随时能够从内景里跳出来。封后奇门在你这儿，这才是本事。帮大猴子守了这么多年，直到什么也抓不住的时候，我才悟透了这样一个道理：放下，才是得到。
炸了！我搞砸了！我们跌落在这个世界的第几个维度？沉溺在时间之海的迷途里，辗转往复，日出日落，现在未来，光年之外的星海，我们是哪一种存在？试图将永恒寄予浩瀚星辰，应不应该？落日黄昏，最后一缕阳光将黑夜撕开，直到黎明到来，日出日落，现在未来，世界之海聚集未来。光年之外的星海，我们是哪一种存在？心向未来。